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持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目前在台海这边的情势哦，因为呢，福建海警呢又侵扰金门，然后甚至他们还心战喊话。好，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有4艘的海警船昨日进入到金门的限制水域。好，他们到底讲了什么？我们来听一下。金门358号船，我是海警管理人，我面对这条风险，05年函数10则，咱努力漂亮。我是海警高登健。两岸同根同源，承载共同血脉，祝我们早日团圆。好，你可以听到他用闽南语喊话金门的船只影片哦，说啊早点回家，也祝我们早日团圆。好，那解放军也首度公开了第6代战机有神秘的银叶性的这个银杏叶歼36的原型也曝光哦，说中国军号在28号有发布一个宣传片，回顾了运20系列的发展，那甚至也展示了运20B 的国产发动机。那片尾的飞行员还有一句台词，我们来听听他讲什么。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6爷，再加小6。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6爷，再加小6。就是这句话，先加6爷，再加小6。好，6爷是谁呢？就是轰6，小6就是中国的第6代战斗机，就是隐身的战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整个外宣部分哦，或者是包含的是内宣啊，反正就宣传影片哦，非常的多。当然有他们的目的所在。好，但是现在美国的民调啊，说有超过80%的美国人其实担心中国威胁。那66%啊，认为台湾的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好，这是雷根总统基金会跟他们的研究所29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那在台湾议题上面，66%受访者认为台湾的安全对美国安全跟繁荣很重要。那持同意看法的共和党人有72%，民主党人62%。那30岁以下的 MAGA 支持者有65%的人认为台湾安全对美国至关重要。63%的人担心哦，中国企图武力犯台。那30岁以上的 MAGA 支持者则有高达77%认同台湾的安全对美国重要。那80%担心中国会攻打台湾。好，怎么看起来呢？这个中国会攻打台湾，他们担心的程度比例蛮高的吼。那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的话，现在有一份地缘政治分析家拉泽克，他在外交家里头就有进行撰文。他说，台海危机哦，如果明天爆发的话，美国就会因为工业能力遭数十年离岸外包影响了武器供应，成为了一个战略弱点，所以大家还是会持续讨论啊。美国真的能够保护台湾吗？那又或者是说，美国真的会因为战争而驰援台湾吗？但是我们之前听过川普说不会哦。那现在呢，美日还是持续的在挑动中国一些敏感神经哦。当然，我们先看到的就是环太军演。那环太军演一直会持续到7月。那美国的海军以退役的奥斯汀级的2栖船务运输舰朱诺号。26号在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的部分集成演习当中，充当的是靶船。好，另外2艘大型的退役舰，塔拉瓦级2栖突击舰贝里留号，跟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湾号，也预定在演习当中成为靶舰。好，那美军动用了3艘除役的靶船哦，其实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因为他们分别模拟的就是共军的075型2栖攻击舰，还有055型驱逐舰，甚至还有071型的登陆舰。那美国现在有一个战道行动哦，他们希望剑指武力犯台。
那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他就特别讲说，检验的就包含了驻韩美军在内的印太地区美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战到行动演习。那他讲得很明白，就是为了阻挡北京武力犯台。那日本首次也在他们的最南端南鸟岛来部署岸舰导弹装备。那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说已经把12式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到了距离东京大约是1800公里的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那高市早苗目前对于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日益冰点，尤其中国大陆有一些反制措施，包含他们新增了20家日企来列为出口管制。那其中30的系列占9席是最惨的。那30重工就说负责日本几乎所有的核心重型的武器研发跟制造，那包含10式主力战车 F2 战斗机，还有神盾驱逐舰、潜舰跟最敏感的12式陆基反舰飞弹。好，那30电机则是日本的军用雷达，还有飞弹的导引系统以及防卫太空技术，甚至还有军事通讯软体的绝对核心。好，那这2个部分都被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限制。那现在30是日本防卫产工军工的一个绝对龙头跟骨干，所以在日本的国防预算当中，30的重工跟30的电机长期稳居防卫省采购金额的前2名。那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批评中方是绝对不可以接受，而且令人遗憾。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回呛说我们是在坚决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但是在高市早苗部分又出现一个争议，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应该会蛮惊吓的。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引き続き同程度の地震の発生に注意をし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你可以看到，这其实是高市早苗在一个有关于地震紧急新闻发布会上面被说反常因为他脸非常红，然后看起来状态很差，那甚至口齿也有点不清，所以有日本的网友质疑说，高市早苗是不是酒醉啦，喝醉酒。那当然，高市早苗27号凌晨他就在 X 上面贴文说这记者会的时候他是洗完澡没来得及吹头发也没来得及化妆，所以看起来有点不堪，要大家多包涵。但是日本网友还是不买单，说高市缺乏危机管理能力，领导力只会让民众感到不安，所以如果没有身为首相的觉悟跟责任感，就请他辞职下台。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现在福建舰的海警他喊话早日团圆他们现在也有说先加六爷再加小六他们的武器确实现在急起直追。我们先问厉将军怎么看？金门这个海警我真的很遗憾的讲，以前我们在金门的时候，这个两岸之间是大家海警跟海巡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有一个默契，你不要侵犯我，我也不过去打扰你那边。那我举其中一个岛叫槟榔屿如果在金门服务过的官兵或者是金门的乡亲应该都知道，那就是默契中的中间一个小岛嘛。那以前我们海巡去追人家的这种，就认为他越界捕鱼的船只，大概追到那个岛，我们就不再过去追了那大陆也是一样，他们过来也是过那个岛以后就不再追，那个是双方默契中的一个岛。其实你说现在每次在那边吹牛，说这个驱离。你真有本事驱离吗？一个小小的小艇，你怎么驱离1-2千吨大的大船？你根本就驱离不了。那到底是人家这个时间到了，他下班回去，还是我们真的喊话把他喊走了？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我们也不必在这边自己认为。我想会变成这个样子，不就是2年前2024年的那次撞船事件，我们自己管碧林这方面没有处理好，然后惹得大陆方面来讲的话，非常的不满意，也非常不高兴。所以现在三不五时用海警船来这边骚扰金门地区，但是我们又能够拿人家奈何？有时候人家我们以前在的时候，我平常讲虽然说两岸之间互相互相各有各的立场，可是最起码在这方面双方会有一种默契所以你说现在我们自己在那边讲禁限制水域，我问你，什么叫做禁限制？禁限制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讲的，跟对方有没有签订一个条约，说画哪一条线？有些两岸之间，这个金门跟对岸有时候那个两岸之间距离
可能不到5公里，那5公里你怎么去画？是我们跟对岸想好一个人2.5公里吗？还是说是这个我们以这个海洋的基准线？所以这没有国际法，纯粹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这个默契哦。你捕鱼不要捕到这边来，然后你的这种我们这边作业不要做到那边去。当然不否认两岸之间有一些偷渡、走私等等这些行为，可是你也不要说是像2年前一样，把人家的这个船撞翻，闹出人命。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可以去闯那种祸，你可以去争这个我们的主权啊，话讲很大。那你现在要有本事护住啊，你护不住，海警船来，你只能用一个小船过去喊话，然后这个自我安慰一下，你说我将它驱离了。我们看这个是小6，其实它不小。我跟你讲这个很大，这歼36是很，这飞机从窗口一看这个很容易辨识出来，应该就是它其实正是名称原来叫歼轰36，歼是歼击机，轰是轰炸机。你看它有个歼击机加轰炸机结合在一起，它是非常大的。它不是说是它比这个歼20在它旁边的话，等于是一个小鸟一个老鹰，这大小差别到这么大。它的作战半径可以直接攻击到这个关岛第2岛链啊，所以它是3个发动机背上一个，两边2个，所以你看它多大一架。那讲小6这个大概是飞行员那他拿跟轰6来做对比，因为轰6大家服役时间很长了嘛，这个大家戏称它叫做6爷哈。可是这个小6为什么叫小6呢？它是6代机，所以叫小6，是6代机。其实6代机目前来讲的话，看出来歼轰36可能不止这一架。据我知道一路观察，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前年年底2024年的12月第一批出来，到现在已经4种新的形式已经改变了。比如说第1架跟第2架不同的就是轮胎的位置摆的不一样，还有进气道的位置可以见它不停的在改进。所以目前来讲，这应该是6代机。6代机除了这个歼轰36之外，还有歼50也已经看到成品机了。但是反观美国讲的6代机 F47到现在只沦于这个嘴巴讲而已，图纸作业，连个影都没看到，连个影子还没看到。好，赖教授怎么看？歼6目前初步判断这个6代机它的性能很特别第一个就是它飞得更高，飞得更快第二个呢，因为它没有尾翼所以它本身你要用雷达去侦测它更加的不容易。第二个，它是3个发动机，它的口缩得更小，所以你要用热感应、热追踪要追到它也很难。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的隐身性能又往上提一台阶了。它比这个 F22、F35，它本身的隐身性能就更强了。那由于是3个发动机，所以它飞得更高甚至我们一般都判断说，它会不会是临近于大气层底下在飞？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大气层底下，一般战机大概飞不到20公里高这么高，因为它主要缺氧的问题。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它的飞行员，它并不是前后排，它是并排。并排跟前后排不一样，并排就等于是我们在民航机里面你所看到的正副驾驶彼此之间是同步的看到所有的情况，而它并排的话，相当有可能彼此之间的联络协调就更加的方便，而不是前后。它是2个人坐的，就好像我跟苑教授2个人坐在这边直接在操作，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同步的操作无人机，就有人机跟无人机的一个作战一个状态。还有一个部分判断说它很有可能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战场的感知能力更强，更加的强大。然后再来，那当然就是因为它的机体比它大，所以它本身的火力更强，它的导弹的吸行量就更强了。那这个很适合空对空空对地、空对海的这种作战方式，这当然就是已经是在各性能的资源中是属于6代战机，而不是5代战机的升级版。例如说，像我们的 F16V 就是4代战机的升级版，但它并不是5代机，而 F35才是5代机，因为它具有隐身的性能等等的。那现在看起来，这个6代机已经出来的话，目前来讲已经有3架原型机被看到了。那这一架是中大陆官方第一次正式等于是间接的宣布6代机出来了，而且已经开始进入空中加油的情况，这代表它已经在做实兵实战的一个演练。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是会让美国睡不着觉，因为美国的6代机还在图纸阶段嘛，原型机还没有敲打出来，所以它的第1架原型机还没敲打出来。你想，大陆已经开始可能要进入量产了。另外一个，
驻韩司令他讲的话是吹牛。战道计划，美国在北约就玩过了。当时在波罗的海在波兰军演完了以后，就把武器放在那个地方，坦克等等都放在那个地方。他的理论是，需要的时候我把兵眼投进去，兵投进去就可以，武器一拿，这个坦克一开出去就可以打仗。讲得很厉害嘛，说这样我能够震慑住俄国，有震慑吗？乌克兰不是还打得很惨，你也不敢介入吗？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整个比起来哦，现在美军哦头毛在烧啦哈。苑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日本啊，目前为止所作所为啊，是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你在这边看2个消息就知道了啊。日本飞弹部署南鸟岛啊，那这个当然的话呢，这个飞弹还不是普通飞弹，它是射程增加了5倍之多啊，从200公里变成1000公里啊，可以打到大陆的东南沿海啊。对不对？大家看得清楚。然后日本还参加了环太平洋军演啊，变成里面的主力啊，而且呢，它的假想的要集成的舰艇啊，都是4万吨级啊，那么当然是明显针对中国的船只的。那另外的话呢，他们的那个官方长官呢，木原稔啊，又针对于这个大陆对于三菱重工、三菱电机里面所生产的这个东西啊，进行20家的企业的制裁，那么讲说这个绝对不可接受。那日本本身就是矛盾啊，对不对？你要不能够让人家制裁你的话，人家关系要打好。那这个从这个去年开始啊，这个从高市早苗就刚刚喝醉酒那个家伙啊，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弄到现在，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的话呢，从头到尾就没有道歉过，也没表示过，现在道歉也来不及了。我这边必须要强调啊，几件消息凑合在一起啊，讲让大家可以充分了解到。第一个，日本的经济下滑，这个不用讲，就从日币的贬值就可以看得出来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日本的工业生产的话呢，高端精尖的工业都需要大陆的稀铁。那日本需要大陆的这个磁铁啊，就是稀土所做成的磁铁。那现在日本到什么程度？就是大连地区冒出来2个日本企业的员工啊，就偷稀铁要偷运回日本，被抓到了。啊，这也是事实，逼得没办法。然后第3点的话呢，只有口头上的抗议，却做不出任何实际的作为。那日本现在在整个经济上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日本本身啊跟台湾情况很像，都是美国要日本走在最前线啊，然后美国要韩国也走在最前线的话呢，韩国的支应态度是有一点爱理不理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军官克拉克就讲说，哎，我们就要韩国本身做第一线的。那这个我觉得韩国是不太愿意的，可是日本的话呢，表现得很愿意，但是同时日本的经济、日本国内的生产，还有日本的话呢，民生的凋敝，都是需要大陆这边的支持。我觉得啊，坦白讲，郭家坤讲的没错，就是要担心新型的军国主义啊。这个妄动，什么叫新型的军国主义？日本原来就是军国主义国家，那么新型的话就是假借在和平宪法底下所创造出来的军国主义。那么这样情况下的话，那大陆看在眼里，怎么会让它能够发展呢？对不对？对，所以你看它中国大陆它有一些反制措施嘛，包含就是对日本来做出制裁哦。所以你看中国大陆手上的牌非常多。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几天大家感受到真的蛮热的哦，马上进入夏天了，因为今天算是6月底了嘛，好，所以呢，大家发现其实欧洲现在热浪来袭，那有很多人说，过去中纬度的欧洲怎么会那么热？在这几年呢，一轮真的去查了一下，所以简单科普给大家，包含的是因为热空气卡住了它的风的问题，还有冰雪融化加速那甚至呢空气变得太干净也不行因为大气反射阳光的污染微粒是降低的，所以整个情况造成现在欧洲相当的热究竟有多热呢？高温连破纪录，说德国警方上街来洒水这是德国的首都柏林是40度的历史高温所以他们警方就为此出动了水炮车沿街为民众来洒水降温。那在东部城市莱比锡也因为高温使得轨道的沥青融化，所以当地的交通局是一度宣布有轨的电车全线停运。好，那意大利跟德国其实也都发射了红色预警。好，那极端的高温也让交通号志融化，这么夸张还有道路变形也损害了其他的
基础设施，这是被火烧吧？太夸张了哈！好，那有人问说啊，暑假去欧洲怎么避热浪？结果啊，网络上一票人说不要啊，因为高温地图通通红爆，这不是下雨的红哦，这个是热的红，所以呢，像是公车、火车还有教堂都会变成烤箱。那没有骑楼又晒又人挤人，所以根据德国气象局的资讯，连3天41.7度破历史的高温记录啊。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欧洲已经有破千起超额死亡的案例，跟破纪录的热浪有关。那英国的这个媒体报道说啊，有部分美国媒体最近批评嘲笑巴黎许多的室内空间没有冷气。那巴黎负责国际关系的副市长啊，他就反击说啊，美国身为全球第2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对于全球暖化跟法国正在承受的后果有相当的责任，所以呼吁美方别再说教，要先尽到自己的责任。那要怎么解决呢？当然就是装冷气嘛，装空调。好，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过，其实现在啊，空调是一机难求哦。中国的空调真的在欧洲卖爆了哈，老外急用 AI 来跟黄牛抢票。这是有一名外国网友分享，他为了抢一台空调，开车横越了200公里，多方的周转，甚至让3个 AI agent 全天候盯着库存。好，一台空调硬是被抢出了演唱会门票跟限量球鞋发售时的阵仗哦。所以你看他说啊，今天来拆箱这个宝贝。好，那这个真的是宝贝，因为现在真的好难拿到哈。那欧洲的热浪催生商机，现在中国的制冰机跟降温产品的出口都大增，好，包含移动冷气，好到制冰机，好，那中国制造的各类消暑都是透过成熟的跨境电商管道，迅速的抢占欧洲市场，也反映了极端天气对全球贸易模式的直接影响。那现在呢，中国的移动式空调甚至还卖到断货。我们看到这是奥地利的消费者分享，他说中国的生产移动的分离式冷气机在欧洲市场几乎全面缺货，他花了2天时间才在奥地利找到现货。德国也有消费者说啊，方圆住家100公里内的相关产品都已经卖完了哦，可见有多夯。那现在中国人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哦发各种的发帖来嘲讽欧洲人。那说啊，透过数位看板展示空调跟冷却的风扇。那说其实在中国连狗窝里面都有空调，你可以看到相关画面哦。那还有人说连猪都有空调，所以许多欧洲人因为政府规定却没有办法享受到空调。那当然，大家就是有冷气的时候，就是相对舒服嘛。那现在欧洲人确实是面临一个蛮大的危机。那欧洲的高温带动了中国空调热销断货，美的空调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因为它规格比较符合欧洲的，所以欧洲人大部分都是抢中国大陆的这个品牌的空调。那他说啊，加急排产依托中欧班列来进行补货，也就是他们全力的生产，同时调整了跨境物流的方案，舍弃了传统的海运，现在用时效更快的中欧班列来补货。首批的新品其实已经运到了欧洲各地。好，但是供需原理来看，我相信这个空调一定是价格蛮高的吼。那陆欧贸易的这个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联合声明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说这个交易伙伴也同意陆欧贸易的这个磋商，主要目的就在于加强部长级的贸易投资的对话。好，要稳定双边的关系，让其更加的平衡。好，我们还是看到了欧洲热浪的部分。好，我们昨天已经稍微谈过，但是持续在升温当中，而且大家知道7、8月其实才是一整年最热的时候，所以呢，我看起来欧洲人已经架起东北调啊。赖教授怎么看？高温对于老人家非常不利，小朋友也是，对小朋友也非常不利，因为热衰竭造成的这种休克或者是造成的这种不幸的事件很多啊，我们有经历过啊，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有经历过这个情景。我当时在巴黎，有一年我们的温度比较高一点，但是事实上欧洲巴黎一年一天大概就是35度，那已经是算蛮高温的了啊。所以通常确实是家庭不太需要冷气，连电扇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太买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气候暖化确实已经形成了，温度地球真的是太热了。我支持这个巴黎市的副市长他所说的，美国应该要先降温了。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欧洲人也在努力降温，中国大陆也在努力降温。那大家都在努力降温的情形下，你也知道，其实要降温最重要就是减少火力发电，是。那要增加绿能或者是核能，因为欧洲现在已经确定了，把核能规划为绿能的一个组成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问题就是台湾到现在不肯松，这点坦白说是不应该的啊。我们的风力发电，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在客观的地理条件跟现实上是不可行，所以你应该要用核能来去取代，要不就是跟周边的地区来买电。所以欧洲是这样做吗？欧洲人这样做，德国人他们因为反核，所以德国人是向法国人买电。可是如果法国人有一天他电不够，他不卖了，或者法国人要自己发展 AI 不卖了，德国人就会出大问题了。所以德国现在也在讨论，他们要解除对于核能的一个限制。好，那既然美国应该要率先做榜样，我觉得大陆我们都可以跟这个欧洲联手来要求美国一定要降温。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个问题就在于欧洲也应该要改变他们的法规。因为法国他们的房子的建造方式是采用这种堡垒式的方式，是因为他们原本这个很冷的时间就不多，不是很冷的时间比较长，很热的时间不多，所以一般来讲，在巴黎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中庭在正中间，天井型的，对，尖顶型。然后我们一个大门开进去以后，房子是在四周围起来，中间一个中庭。可是你想，如果是采用分离式的冷气，我们的这个排热的主机都装在院子里面的话，那院子的温室效应就更高了。所以我觉得目前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一方面，这个家庭式的不是分离式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们未来要取代的。不过这一次当欧洲这么缺这个冷气、缺制冰机、缺这些电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已经真的体认到"一带一路"的长远的影响的，因为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确实是对联通欧亚大陆的贡献太大了这个你要把这个一带一路打通起来，你刚开始必须要赔钱的，而且是要长期赔钱。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你的货物运到欧洲是满载，可是你从欧洲运回来可能是空的，那是赔钱的。那大陆因为有耐心、有战略，所以这样子从赔钱做到赚钱。那你想，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都会走"一带一路"，不走海运？海运要30天到35天，太慢了，太慢了，缓不济急啊。而你"一带一路"10几天就到了，那当然走陆运嘛。这个就是我觉得战略眼光可以看出谁比较有眼光，谁比较没有眼光。那有眼光的，他当然最后就是赢家嘛。是，苑教授呢怎么看？我在欧洲住了10多年这个我在这边讲几句比较客观的观念我是住在比利时的，离巴黎有350公里了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350公里讲起来，也基本上气候一样。我住的那个城市是大学城鲁汶城它的纬度是北纬52度，跟哈尔滨是一样的。我觉得在欧洲的话呢，跟台湾刚好相反。我们在台湾的话呢，冬天2个礼拜然后夏天8个月，它那边是冬天8个月，这个夏天2个礼拜。所以一般来讲我在比利时10几年没有听说过有家里用冷气机的，没听过这玩意儿。我第一次遇到我一个朋友，他在卖冰淇淋的时候，那个店里面是有冷气机的，因为卖冰淇淋的关系。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还蛮新鲜的，因为已经在那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好久都忘了冷气机什么感觉，一进去就有这种凉凉的风，对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我最近看到这个消息，有关于欧洲热成这个样子。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图就40多度的时候，我没经历过我没经历过这个情况下来讲，那我觉得刚刚这个赖教授讲的是对的啦，就是欧洲整体来讲，房子的建筑物完全是为了预防冬天的，那个冬天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它拖得很久很久然后这个因为要不然有北大西洋暖流的关系调整一下，否则真的日子很难过那么所以它的房子整个设计，比如说我举个窗子欧洲的窗子都是双层玻璃了，没有像这样子台湾这种单层一打开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最主要他们这个气候完全是为了冬天。还有第3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这我自己想了一下的话呢，在欧洲那边
年纪一大的人就去了养老院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一般老人的话啊，就不好意思，觉得子女不孝顺，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他们到了养老院，如果又是住这种旧的房子的话，那真的是热死的人是相当多，据说都已经上千人了哈。不过呢，这个是天灾了，因为这个本身大家讲说这个就圣婴年的关系啊，尼纽。我前阵子去重庆，重庆是有名的火炉啊，哎，6月底吧。哎，到了重庆的话，有一天我要穿西装，没有超过26度的，有时候早上起来22度啊，那就非常奇怪，真的是非常奇怪。那个大火炉，重庆的火炉是应该40度的，结果没有，完全没有啊。所以说由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天气做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我讲到冷气机有一个最重要的情况下啊，就是欧洲的电费非常非常贵，非常非常贵啊。像以前我们在那边住的时候呢，自己付这个电费要吹冷气，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现在天气突然一变。再加上俄乌之间的冲突，欧洲的电费通货膨胀又大，所以说产生这种现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相信过一段时间的话呢，欧洲那边还好，印度那边可惨了。对，我觉得应该是现在这样子的极端天气改变了欧洲人生活的形态，甚至连经济上面都做了蛮大的部分来进行要改变哦。好，李正杰将军怎么看？我跟各位讲哈，这次欧洲应该死了不少人哈。前一阵子应该是印度，但是因为我们台湾媒体比较不会报道这方面讯息。你知道这个我们讲说热哈，有很多名词叫热，因为热引起的这种病变，比如热衰竭啦、中暑啦。其实热衰竭跟中暑是不一样的，最怕的是中暑。你知道一个人从中暑发现他中暑以后到死亡哈多久时间？你知道吗？大概最多30分钟。哦，这个非常快。我在部队的时候，从我手里面救回来中暑的兵哈，大概最少有2个以上，就是已经中暑了，赶快把他，那是在第一时间黄金时间。发现他中暑以后，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救回来。我在我手里面就救过2个。我举其中一个例子，你就知道热有多危险。有一天我在那边看部队操课有一个兵从我前面过去，就突然在我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突然脚一软，这个要跌倒，我去抱住他，扶住他，就一扶住他，我发现不对。我发现他怎么没有流汗？就按理说这种天气应该很多这个汗流浃背嘛，他怎么没有流汗？我二话不说，马上叫他上救护车。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操课这个旁边一定要救护车，救护车旁边一定放着冰块氧气筒放在旁边，那真的是有这个必要。我马上叫他上救护车，他也不去，然后他上去，他就怕被别人笑，他说我不要，我不行，你一定要上去。他一上去，我直接就叫他赶快救护车，赶快直接送到这个龙潭的有一个那时候叫804陆军总医院。然后他一边救护车一边跑，我后面这个赶快跟着过去。我同时打电话给这个804医院的院长，我说你赶快准备好，我那个兵，我按照我的经验，我确定那个兵是中暑，赶快急救。结果那个兵一上了救护车之后就昏倒了，就失去意志了。然后到医院，就因为我们那时候及早通知嘛，所以院方来讲已经把什么肾脏科啦、内科啦，还有很多科，但好几个科的主任一起会诊。进来以后，马上到急诊室里面马上会诊，然后紧急这个急救，譬如说是这个该打点滴的、该通尿管的干什么，立刻急救。那是因为这样才把人救回来，所以我相信欧洲这次来讲的话，应该很多的死亡。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大概只有我们军队里面很在意这个中暑、兵中暑死亡，其他人对一般，但是一般老百姓的话比较少这方面的常识宣导。那现在这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台湾也发生过很多这个高温的状况，我觉得这方面来讲，这个卫生署应该在这方面加强这方面的宣导。现在台湾最好有一点是还不错了，就是对于劳工有这个就天气太热的这个假期太热不能在外面操课，那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热，到39度以上，你大概就很危险。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乌俄战争到现在还在打，还没有终战吼。那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很关心目前的战争状态。但是在这个时间其实白俄罗斯的总统突然到了中国大陆，好，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见完普京之后，又跑去中国来见习近平。好，那北京的机场军礼欢迎贵宾刚见完这个普京，那也是卢卡申科就急奔北京来跟习近平见面。那他们两个的会晤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好，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们两个的互动情况。
Как себе домой. Минск过来了。 Прямо из Минска? Нет, я летел из Подмосковья сюда. Мы ве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утиным,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я улетел в Пекин. 很高兴啊，欢迎。 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новь принимать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Лукашенко, мой дорогой друг. 好，那当然也看到啊，这个卢卡申科说来华访问，感觉就像到自己家一般吼。好，那根据这个白通社的报道，是卢卡申科第17次的访问中国大陆。那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啊，他就有特别讲到说是中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的时期。然后他们在29号上午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来会面。好，习近平就说啊，中国跟白俄罗斯是互相信任、支持的真朋友。 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也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那中白关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进入历史最好的时期。那根据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官网上面消息，习近平指出，中白的关系经受国际风云考验，双方的政治互信坚若磐石，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那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定富有成效。那根据中方的通稿，卢卡申科是说，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好，那到底先访俄罗斯，再到中国大陆，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有人认为这是卢卡申科的战略腾挪。好，这是德新社指出啊，说中国方面关于卢卡申科的访问表述，主要强调白俄罗斯的自主性，就被视为是对莫斯科和基辅的一种间接示意。那根据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见卢卡申科，强调中方愿跟白俄罗斯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好，那作为动荡事件当中的稳定力量，那所谓的战略屯移他们就认为说，是因为对乌克兰退让事宜，对俄罗斯密会安抚，对中方拉拢借力。好，也就在各大强权的压力跟冲突之中，巧妙的为白俄罗斯争取最大的空间跟自主权。那确实有一派的人说法是说啊，现在俄罗斯啊，经济内部的状况没有这么好，好，当然也跟战争很有关系。所以白俄罗斯先去跟普京见面，再跟习近平见面，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分散风险？好，那乌俄战争我们就来看啊，确实僵持了4年4个月。现在芬兰总统希望能够推动60天停火。那现在泽伦斯基在本个月是致函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提议面对面会谈，但是被拒绝了。但是目前很多欧洲国家还是在努力啦齁。那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说，俄方将持续的推进战场上全面夺取乌克兰4个地区的目标。而且拒绝了他所称由乌克兰提出的一项旨在遏制这场已经持续超过4年战争冲突的新提案。那到底乌俄和谈有没有望重启呢？其实说这个普京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啊，他讲到克宫预期美国谈判代表魏科夫跟库许纳会在华府不再忙于应对伊朗冲突之后来访问莫斯科，那继续就结束乌克兰的战争来进行谈判。好，所以这是不是也代表说还有一些曙光？好，也当然希望这4年4个月的战争该停了吧？好，人民生灵涂炭呢。那美国则是蜡烛两头烧吗？好，因为呢，川普现在说啊，伊朗要求举行会谈，那要在30号杜哈这边来举行。那川普在真实社群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发文说，伊朗要求举行会谈，那是要在明天杜哈这边举行，应该是今天啦。那打脸川普，现在伊朗定调说近期没有谈判的计划。大家有没有发现同样的剧情一再上演？就是川普说什么，伊朗就啪啪2下打脸他。那他们的总统呛说，美国先守信再说。那这是裴泽斯基安说啊，相互的理解是双向，只有在美国信守承诺的前提，有伊朗才会履行承诺。那现在有2种情况就开战。以色列的防长说，若伊朗再射飞弹，最快明天就会单独开打。甚至他们还把这个伊朗的最高领
领袖穆吉塔巴，因为他爸爸已经被击杀了嘛，也列入了击杀名单。好，那当然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告终。好，我们还是先看白俄罗斯的这个出访到中方的这个讯息跟行动，有人认为有一些额外的讯号。我们问赖老师，我觉得白俄罗斯他目前的情况，他也会担心俄乌战争的战争外溢啊，因为俄国如果说要在战事上推动顺利的话，他有必要借由白俄罗斯进入这个基辅，这个对他来讲是处于比较战略的有利的地位。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乌克兰对于白俄罗斯，它基本上是保持的相当的警戒，而且也有意愿要进入白俄罗斯。欧洲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对白俄罗斯来讲的话，他不愿意这个战争外溢到他的国家，卷入这个战争，他不愿意。那不愿意怎么办呢？因为也可能泽连斯基操作，也可能这个普丁操作。如果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操作的话，白俄罗斯都莫名其妙就卷入这场战争了，这他不乐意。那他寻找中国大陆表达态度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就很重要了。中国大陆在这一次跟他会谈的时候，就谈到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性。那也就是说，大陆很清楚知道，他的一带一路经过白俄罗斯是进入乌克兰非常重要的门户，也是进入波罗的海三国很重要的一个门户。那另外一条线是往南走，就进入东欧了进入南欧了。可是现在有的时候会卡住那也就是一条线本来是经过乌克兰进入南欧的，现在因为乌克兰的战争的关系，使它受到了一些干扰。那另外一条是从白俄罗斯，然后进入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然后再进去，也都受到一些干扰。这个对大陆的一带一路发展来讲，也不是乐意见到的。所以事实上，大陆是比较希望欧洲这个地方俄乌的战争能够结束，也比较希望这个地区能够平稳稳定，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它跟中欧之间的贸易的经济的来往跟人员的来往。可是问题就是事与愿违，因为以现在俄罗斯的战争打得基本上跟乌克兰陷入了焦灼，这个陷入了焦灼，也就是说，俄国的占有的土地乌克兰不肯承认。那俄国本身还有一些地方也没有完全拿下来，也他所说的4个州，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这4个州，它并没有完全的全部收复。那目前来讲，唯一整个拿下来的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扎波罗热呢卢甘斯克呢，顿涅茨克呢这些地方它并没有完全拿下来，所以他希望全部都拿下来以后，在旁边建立起一套边界线。那这个边界线就必须要取得乌克兰跟欧洲国家的共同承认。可是问题就在乌克兰怎么可能承认？泽连斯基如果一承认的话，他就是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国家领土的一个这个罪魁祸首。那这样的情形，彼此之间就卡住了。乌克兰也夺不回来，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完整控制，那就一直焦灼在那里。您看看这个俄国的战争跟乌克兰的战争，双方基本上都全部卷在那个地方，对，4年多了，还要卷多久？其实双方都蛮受伤的厉将军怎么看？这是卢卡申科去看习近平，很明显的，我认为就是为了俄乌战争寻求一个这种双方是不是有可能和谈坐下来谈，或者要继续打下去。我想卢卡申科很明显的在传达这个普京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当然你说要怎么样谈，一定要跟战场有密切的关系了现在战场这个俄乌战争的战场状况大概是这样，这个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因为在地面攻势上面，他不可能再有发起任何的攻势，所以他为了逼迫这个俄罗斯会坐下来跟他谈，所以他用什么方式来打呢？你要叫敌人坐下来跟你谈，你一定要在军事上面来讲获得一定的成果。他现在用什么方式？用大批的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的，不管是炼油厂或者重要的城市虽然说在地面上面没有战果，可是这一波的打下来，无人机的攻击下来的话，造成俄罗斯这个很多的炼油厂的缺油，包括老百姓都感觉到民生用油都不够那当然，你特别要讲，俄罗斯本身是一个产油大国，那居然战争打到现在这个时候，它会缺油，就代表这次的这个乌克兰对它能源攻击确实是造成
成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个泽伦斯基很明显的，他想要借着攻击你的后勤，打击你的民生，来迫你这个普京来接受我坐下来跟我和谈。可是普京有没有答应？我觉得普京没有答应，因为从我昨天来之前，我还特别去观察一下俄乌地面作战的战场状况。虽然我们知道今年来讲没有看到俄罗斯发起大规模的，不管是春季攻势或夏季攻势，但是在这2天你这个一波乌克兰的这一波的攻势过后，就俄罗斯马上采取，除了说是空中来讲，它也发挥它的导弹、无人机继续攻击之外，它地面来讲也展开了攻击。现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北边的，比如说库比扬斯克这红利曼这几个地方快打下来了。如果这几个地方打下来的话，我跟你讲这个顿巴斯整个我们原来说大概只攻占了80%，还有20%没有攻占。如果这两个这个重镇被打下来的话，那剩下来平原它就很好处理了。那会不会普京在这个时候坚持，就是我坚持到底，我就是一定要打下整个顿巴斯地区，再来跟你和谈？那我们看一下后续，你说光靠泽伦斯基光靠空中的攻击有没有办法迫使普京上谈判桌？我觉得很难了。我们这次很明显的，包括到美国去打伊朗，就是因为没有地面作战，纯粹靠空中攻击。你纯粹靠空中攻击而没有地面作战，你很难迫对方接受你的和谈条件。是，所以感觉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要谈好，岳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话呢，现在真的是美国被伊朗看破了手脚啊！因为那个美国本身并不是在兵力上不行啊，美国是在国内的团结度不行啊。美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话呢，面对3重的压力。第一重压力的话呢，就是说他有法律上的压力啊，因为你自己的话呢不宣而战的话呢，60天你这个权限大概就到这里。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参院中要表决，他实际上的情况也面对了非常大的压力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的一个表决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就是共和院的以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卡西迪带头啊，那么他们就是说共和党的就反水啊，就支持了民主党。所以说那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仗也打不下去，增加了国内很大的压力。另外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民意调查的压力啊，就是美国绝大多数人的话呢，就觉得川普本身呢，原来就是骂别人、批评别人，就乱打仗，他自己绝不打仗，就搞了半天自己来了一场陷入泥沼又出不来的战争。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我们如果看得很懂，那伊朗看得更懂。所以伊朗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呢，你要打我就跟你谈，你要谈我就陪你打啊，就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啊，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把美国拖住。那美国拖住当中呢，就面对了内外的压力啊。内在的压力，我刚刚讲的这3种压力啊，也算是情理法了，他都过不了关。外在的压力更可怕啊！那个以色列本身来讲，根本不甩他。以色列的话呢，那个国防部长盖茨的话讲说，以色列就是故意的拿这个黎巴嫩的那个南部啊，也就是以色列的北部啊，作为开刀试验的场所。因为伊朗跟美国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第1条啊，就要保护这个抵抗之虎里面所有的这个抵抗的权益。那现在的话呢，以色列就故意在这一条上啊，然后呢就打得非常凶。每天杀的人很多，炸弹也非常多。那每次的话呢，以色列现在刚好也是，那个川普呢说你不要再打了，停下来啊，用骂的方式，然后停个1、2天以后，又打，又变，当然又打。所以说现在变成的话呢，就非常混乱。他故意破坏啦。对呀，不是我觉得以色列是成王危机啊，对不对？以色列真的问题啊。那以色列本身来讲，它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这个不是故意破坏什么的，就是以色列根本不甩美国啊。不用像我们这边对美国，哇，美国要么干嘛就干嘛，以色列根本不甩他，以色列的立场就是非常清楚，就是黎巴嫩这边的这个真主党赫兹波拉，我是非干掉不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那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的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会使得美国跟伊朗的备忘录根本就没有任何信用可言所以说那个伊朗的总统叫佩泽西奇扬，他才说就是说你要跟我们签任何东西，你要拿出你的信用你没有信用，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所以说只要川普现在一讲，我们这很好在杜哈这边开会的时候呢，那么伊朗这边马上讲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对于伊朗来讲，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打我对不对？我也不打你，我其实也打你。美军在在那个波斯湾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全部都在照打一遍。